到时候万斯都得连夜去背出师表啊！臣本 Billy Hill 躬耕于 Ohio， 随着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可以说，如今美元是想走强也不行，想走弱也不行。大家好不好奇？自从我们开始了这一轮强硬反制之后，美国到底在忙活啥呢？一边忙活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的巴以停火，一边又掉头对俄罗斯开始了假模假式的新一轮的制裁，反而跟我们的调门呢倒是降了下来，表示要继续经贸谈判。评估美国啊，无论是对巴以、对俄乌，亦或是跟我们的博弈，都要抓住霸权最后的挣扎这条主线，才能看清它到底在怎么做。巴以停火又是搞了一群中东国家和北约国家开峰会，又是宣布停火，其实回头一看，只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稳定统治而已。拉个大旗扯虎皮，就是想让哈马斯把人质给放回来，然后内塔尼亚胡就可以在每次政权不稳的时候大打特打，进而使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地缘蝎子有非常强效的威慑效果，维护住当前石油美元最重要的一个锚点。而俄乌这边呢，特朗普先是口头表示要取消布达佩斯跟普京的会面安排，随后呢又对俄两家最大的石油企业宣布制裁，好像是又要支持乌克兰了。但仔细一看，司机去白宫，一没有要到战斧导弹等远程可以攻击俄本土的武器援助，二没有资格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俗称扫地出门。这事我得说一句啊，司机真是个人才，干脆就在白宫门前摆个摊儿，人家可不是卖话筒，而是卖惨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西方有很多同情乌克兰的民众，见不着苦主的时候呢，还不至于圣母心泛滥；见到如此落魄的当年自由民主教的圣人呢，还是很能给正在争取选民的共和党上眼药的。毕竟啊，白宫发言的总统千万，在白宫门前合法摆摊儿政要，司机确实是独一份。由此可见，川普也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川普真正想要的不只是讨好俄罗斯，结束俄乌冲突对美国的牵制，其实是想通过割让乌克兰的顿巴斯，让俄罗斯让步，进而获得对乌克兰的矿产的控制。美债已经突破38万亿了，美元急需要各种资产锚，否则就得用不值钱的美元去买被自己释放流动性炒高的资产。美国再工业化那是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呀。顺着这个思路一看，在我们反制之后的美国，虽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制，但是在矿产这个问题上，它正在卯足力气加紧推进。可以说啊，围绕全球资源的争夺，我们早已布局，美国如今正在想尽办法的逆转局面，地缘斗争之下的资源斗争正在激烈的交锋之中。之前我讲必和必拓铁矿石那一期节目给各位分析过，美元真正的运转基础不是石油，其实是全球资源国手里的资源。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需要买原材料和资源，就必须得用到美元，所以呢就得买美债，保持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而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必须用美元结算自己的矿产，于是这些没有什么制造业能力的资源出口国就攥着大把的美元花不掉，进而呢就继续买美债来升值。本质上是美国得到了我们的商品和大把的流动性，我们得到了资源国的矿产和能源，而资源国失去了矿产，得到的只是美联储系统上的一串字符而已。告诉你钱正在生钱，其实这部分的资产可以被美国随时的增减。可以说啊，石油美元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真正美元霸权的基础是全球资源和美元的绑定。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着力点就在大宗商品的贸易上，而非金融用途上，其实就是在撬动美元真正的根基。如今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从2024年的数据来看，石油进口已经有近一半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了，今年比例只会更高。去年我国共进口5亿吨石油，我们的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呢是俄罗斯，进口了1亿吨，90%用人民币结算。沙特的7800万吨，去年20%是用人民币结算的，今年有可能会提升到50%以上。排名第3的就很有意思了，是马来西亚7000万吨。这个油啊，其实部分是委内瑞拉的转口石油，而委内瑞拉的石油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人民币结算的。现在再来看美国对委内瑞拉步步紧逼，是不是就能联系上了？无论是川普一上任就要乌克兰矿产的那22条，还是现在围堵俄罗斯的石油，对印度进行关税威胁，亦或是通过以色列对中东产油国的利剑高悬，而后又是近期跟澳大利亚达成矿产资源协议，都是围绕全球资源争夺这个暗线展开的。在这个暗线上，我们才是进攻的那一方。美方对委内瑞拉极限施压，不计较阿根廷争夺大豆的出口份额，还少有的慷慨的批准了货币互换协议，帮米莱稳住竞选的局面，以及对巴西征收全球最高的关税，其实都是围绕着资源争夺的暗线展开的。
而面对我们对外布局了接近20年的全球化资源采购体系，其实美国现在也是两头堵的状态。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就得强令各资源国必须用美元结算。以前美军这天兵天将一样的威慑力，只需要把军舰开过去就能实现目的了。现在航母上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出来的窟窿都修不好，不拿出点真金白银给到资源国作为补偿，那些国家为什么要放弃跟自己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做生意的机会呢？而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跟资源型国家本就是天然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巧妇为有米之炊，是最符合规律、长治久安、繁荣太平的组合。美国想要跟我们争夺资源国家的矿产和能源，既没有那个武力，也没有那个财力，所以就非常的着急。即便乖顺如澳大利亚可以派军机来南海表表忠心，也不肯对咱家加关税进行反制，就说明掉脑袋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这是一条铁律呀。其实现在这些资源国家都明白，听了美国的话，就算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好处可以分配给自己。如今美国都摇摇欲坠了，放着大好的生产国可以把资源变成工业品来支持的人民币不用，去相信美国人的承诺，何其愚蠢。所以即使如阿根廷接受了美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没有一丝一毫要跟东大分手的态度。真正的症结就在于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十分严重，本质上美国现在也是个资源国家，他们彼此之间还是个竞争关系，早已经不是产业链上游的国家了。美国的空心化就决定了他没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能给资源国的好处少之又少，还不可持续。所以就是说出花来，连肯尼亚都不肯配合，依然把35亿美元的债置换成了人民币债。就是说我们借给他美元还债，他们还我们人民币，那人民币从哪里来呢？我们肯定不买长颈鹿啊，那就需要扩大贸易，买当地的矿产资源了嘛。可以说，由于我国制造业全品类体系的急速发展，真正关上的不是别的国家的工业大门，而是将其他工业国家获得海外更多优质资源的路径也给堵住了。这个堵不是西方那种垄断意义上的堵，而是平等交易带来的堵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既不抽血，也不印纸来换产品，咱家的货币既可以实打实的买到全品类的人类社会所需的工业品，又能够帮忙搞基建、修路、通电、给信号，还能够协助教技术，从 5G 到 AI， 想学的都教给你，你产出来的东西卖给我就可以了，既不用你移风易俗去信教，也不给你打疫苗搞结扎，伙伴关系就水到渠成了。而反观美国呢，美联储即将启动新一轮的超大规模的释放流动性的放水，甚至我认为 QE 也没有很遥远。大放水之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必然起飞。之前我就说过，不仅到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经济会大大的松一口气，我国之前经营了20多年获得的极高性价比的全球资源也会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美国就得用自己烂印的纸币去买被自己炒高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再说制造业回流，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到时候万斯都得连夜去背出师表啊，成本 Billy Hill 躬耕于 Ohio， 随着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可以说如今美元是想走强也不行，想走弱也不行。川普想尽办法的利用地缘影响力，想从我们这布局20多年的真龙棋局里脱身，然而实力并不允许，美元潮汐被我们通过前面提到的货币互换协议4两拨千斤的给玩失调了。原本可以收割到的南美、拉美和非洲诸国都通过我们手里的美元置换了债务，只需要还人民币就行，进而摆脱了被美元潮汐血洗的命运。后来美国又计划收割乌克兰和欧洲，结果收来的又养不活现在的美元霸权。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忙活的是如何在我们这20年的布局里，在零敲碎打的搞点子资源，就算不能撑住美元，好歹也能为让大家相信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做个样子。现在看川普一直在喊的制造业回流，不单纯是指美国还能继续造出东西来，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还包含极大的地缘利益的诉求在里面，就是得让资源国相信美国未来能成为一个生产国，能利用到这些国家的资源，持续的跟这些国家做生意，而不是抢他们的生意才可能。由于现在美国需要资源国的矿产是基于政治博弈的角度产生的需求，是被国家安全驱动的，而我们是真实的需求驱动的。美国这个驱动只能靠政府的预算来填满，而我们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来驱动，这个贸易的体量、周期和发展前景都不在一个量级上。
各个资源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各国都不买川普的账嘛，川普才跟各个资源国不断的较量，如此费劲。不仅下不住委内瑞拉，连哥伦比亚都要跳起来了。巴西彻底不给美国当后院了，保不保得住阿根廷啊，都很难说。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跟美国的博弈中，币源是唯一的短板，而这场资源争夺的暗线战场，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凿空美元霸权。如今美元潮汐的收割能力早已大不如前，随着币和币托也开始采用人民币进行铁矿石的结算，人民币在矿产资源的定价方面再次取得巨大的进展。可以说，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操盘者真的是如手术刀般精准，容易冲击世界经济的大动作我们都非常克制，但是直接伤及美元霸权根本的招数，那是绵绵不绝，一招接着一招的直击要害。全球资源的争夺布局如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也是如此。可以说，美国未来如果变成一种没有货的币，最大的功能也就是在金融市场里充当一个廉价的工具罢了，而人民币则可以免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不得不超发的难题，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得不说啊，我国的治理智慧和制度优势确实是人类文明的顶尖水平。成百上千个优秀的大脑，几十年接力不断的筹谋，又哪里是西方选票政治那种养蛊模式里选出来的政治秀演员可以招架的？昨天看新闻啊，说美国又琢磨着在软件上卡我们的脖子了。而前一天，一封由55名中国消费者联合署名的关于苹果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报信，已被递交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里的联系是，美国最大的一块蛋糕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这服务业里面最靓的仔就是苹果。可以说，下一个交锋的战场已经拉开了阵势，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保持关切哈。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